这是每个英语老师都会放的音乐电影，评分9.1的经典佳作。虽然影片上映至今已有60年，但依旧给人满满的温暖与感动。玛利亚是萨尔斯堡修道院的一名见习修女，她热爱大自然，喜欢音乐，个性鲜明，活力十足。但这样活泼外向的性格却让众多修女们十分头疼。于是大家商议让她出去见见世面，而不是非要选择成为修女。恰好在萨尔斯堡有位上校的家里需要一名家庭教师，院长便推荐玛利亚过去任职。上校是皇家海军的退役军官，家里有7个孩子，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了。玛利亚怀着好奇的心情踏上了即将改变她一生的道路。玛利亚一直都很喜欢冒险，但不知为何如今会有些害怕。一位上校，7个孩子，谁听到都会紧张万分吧。她在自我鼓励打气后，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上校的家。玛利亚虽然长得漂亮，但衣裙却十分粗糙难看，完全一副乡野村姑的模样，这让接待她的管家不禁疑惑，这样的家庭教师能待上几天？上校家里布置的宏伟华丽，而上校更是英俊挺拔，威严端肃。初次见面，他就嫌弃玛利亚的穿着，要她先换身衣服再来见孩子们。然而玛利亚解释说，自己进修道院的时候把衣服都送给穷人了。上校很无语，便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告诉他，你是来这里的第12位家庭教师，要严格按照制定好的规则看好孩子们。玛利亚很乐意照做，却不知接下来的军事化管理让她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孩子们按照哨声排好队，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哨声报名字。接着上校交给玛利亚一把新的口哨，要她就按照这样子来看管孩子。但玛利亚却表示，口哨是用来召唤动物的，她绝不会用这个来对待孩子们。就在上校无言以对，转身离去的时候，玛利亚吹响了口哨。 Excuse me, sir, I don't know your signal. You may call me Captain. 7个孩子性格各异，看上去也挺好相处，可殊不知他们的恶作剧随之而来。先是玛利亚的口袋不知为何会出现一只癞蛤蟆，接着孩子们告诉了她错的用餐时间，她姗姗来迟后又被一颗松果砸到。然而玛利亚并没有计较，她甚至还感谢孩子们送给她的珍贵礼物，这跟其他的家庭教师很不同。孩子们也有些懵了。这时管家送进来一封电报，大女儿丽莎看到后竟十分兴奋，她趁着大家不注意悄悄跑了出去，然后来到花园里呼唤着劳夫的名字。突然一个年轻小伙闪现出来，两人亲密地拥抱在一起。原来他们是对小情侣，而劳夫是一名信差，情窦初开的年纪，谈恋爱却只能趁着送电报的机会。他们都很珍惜这短暂的时光。丽莎的人生刚刚开始，目前只是空白的一页，很容易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蒙骗。好在劳夫是个善良的小伙，不会越雷池半步。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以后要好好照顾丽莎。丽莎听后很感动。忽然之间，天空下起雨来，两人来到亭子避雨。丽莎也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，她正值妙龄，如玫瑰般无邪。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男孩来献殷勤，她也不知该如何面对，但她希望能有一位成熟理智的人来引导她。这个人毫无疑问是劳夫。年少的爱情如同盛夏的果实，甜蜜而青涩。劳夫忍不住亲了丽莎一下，竟害羞地逃走了。此时屋内的玛利亚正在向女管家打听上校的事情。原来上校自从妻子离世后就变了一副模样，他用军事化的管理来约束孩子，就是为了避免触景生情，想起已故的妻子而伤心，而孩子们也是如此。然而现在玛利亚来了，她的性格不允许自己按部就班，所以她向女管家讨要布料，要给孩子们做外出游戏的衣服。可女管家却拒绝了这个提议，在这个家里是不允许有欢声笑语以及音乐的。玛利亚很无奈，只能坐在床边苦想教学方法。这时丽莎从窗户爬了进来，她浑身湿透，很害怕玛利亚去向父亲告状。谁知玛利亚表示，只要你愿意坦诚，我们就是朋友。她拿来干净的衣服让丽莎换洗，而丽莎也改变了态度。此时她竟很喜欢这个家庭教师。屋外电闪雷鸣，可屋内满是温情。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害怕打雷，纷纷跑来寻求陪伴，他们全都躲在玛利亚的床上，就像母亲的温暖怀抱一样。玛利亚耐心安慰着他们，教他们转移注意力，和他们打成一团，其乐融融，热闹非凡。然而开心的时刻很快被上校打断，他那严肃的神情让人不寒而栗。好在玛利亚很是维护孩子们，她替丽莎隐瞒实情，并顺利地让孩子们免遭责罚。等大家离开后，上校告诉玛利亚自己明早要出远门，他希望玛利亚能遵守规则，好好照看孩子们。然而玛利亚满心想着游戏服的事情，她再次向上校申请，却还是遭到了拒绝。玛利亚很是无奈，孩子们应该有个快乐的童年，可上校实在是不近人情。正在烦闷之际，窗帘给了她启发，玛利亚再次燃起了激情。隔天孩子们穿上玛利亚亲手做的衣服，高兴地来到户外游玩。他们走街串巷，在集市上购买了食物，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丽。远处是迷人的阿尔卑斯山，脚下是碧绿的草地，以及一群可爱的孩子们。在阳光明媚的午后，玛利亚想要高歌一曲，谁知孩子们竟说
他们什么歌都不会唱，可这根本难不倒玛利亚。她信心十足的决定从头开始教学。孩子们和玛利亚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，他们也更加活泼快乐。上校离开的这段时间，玛利亚完全展现出自己的天性，带领大家一起冒险，探索不一样的乐趣，也把自己对生活的热情传染给每一个孩子。这个清新雅致的庭院里，终于有了幸福和光明的味道。然而很快上校就回来了，他带着相好的男爵夫人以及朋友麦克斯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他们探讨着附近的美景与美食，以及路边树上的顽皮孩童。突然上校意识到，那或许是自己的孩子，可他没有声张，而是带着男爵夫人参观自己的庭院。上校的别墅位置很好，一眼看去是清澈的湖水、茂密的森林以及连绵起伏的山峦，鸟语花香，宁静和谐，可比维也纳的喧闹好多了。男爵夫人很喜欢这里，她继承了王夫的财产，聪明、美丽、富有，而上校是个官夫，拥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，两人也算是比较般配，是时候谈婚论嫁了。而此时还不知道上校回来的大家正开心地在湖面上划船，在看到上校的那一刻，他们紧张无措，竟都激动地掉进了湖里。男爵夫人被眼前的场景逗笑，可上校一脸严肃，他拿出哨子整理好队伍，然后把男爵夫人介绍给大家。接着孩子们要回去换衣服，上校却叫住了玛利亚。男爵夫人察觉到紧张的气氛，赶紧借口离开。果然上校发了脾气，他指责玛利亚太荒唐，可玛利亚却反驳道，你不配做个父亲，丽莎都16岁了，可你丝毫不关心她的成长。儿子们想成为男子汉，却没人给他们做榜样。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心思，可你却一点都不了解。玛利亚越说越激动，彻底惹恼了上校。最终上校要他收拾行李返回修道院去，谁知这时屋内传来歌声，原来玛利亚给孩子们排练了歌曲，特意欢迎男爵夫人的到来。上校被眼前的场面震撼，激发出了作为父亲的柔情，他走到孩子们的面前，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，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幸福。男爵夫人感慨，这些孩子都很可爱，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玛利亚。上校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于是他真诚地向玛利亚道歉，希望她能继续留下来。这样的态度给了玛利亚更多的信心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他们展示了无限的可能，精彩的提线木偶表演，歌声优美，配合默契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而此时孩子们也有个心愿，希望父亲能表演一曲。在期盼的目光中，上校抱着吉他唱了一曲《雪绒花》。玛利亚被上校的深情歌唱吸引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内心小鹿乱撞。而男爵夫人也发觉了她的异样，于是他主动提出要举办宴会，认识上校的朋友们。舞会当天来了很多宾客，上校和男爵夫人俨然一对夫妻，尽心照顾着每一个人。孩子们在屋外看着翩翩起舞的人群，也很想感受一下欢乐，他们自发在院子里跳起来。玛利亚看到后，拿出毕生所学，耐心辅导。上校被这和谐的一幕吸引，竟走过来主动邀请玛利亚跳舞。他们在院子中间并肩共舞，步伐轻盈，舞姿优美，如诗如画的场景中尽显浪漫。这一刻仿佛时间已经停滞，世间只有彼此了。情不知所起，一曲结束，玛利亚脸红心跳，而上校的心也开始波涛汹涌起来。男爵夫人洞悉了这一切，他找到玛利亚，直接挑明了两人的暧昧。玛利亚很想解释，但她的神情已经出卖了内心，她是要做修女的，怎能对一个男人动心？何况对方还有女朋友。而男爵夫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他是在下逐客令。于是玛利亚迅速收拾好行李，留下一封信后，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没有了玛利亚的日子，孩子们都无精打采，而男爵夫人也是倍感疲惫。麦克斯一直都想让这几个孩子组成音乐团去参加比赛，可没了玛利亚的教导，孩子们的歌声便没有了灵魂。他们很希望玛利亚能回来，然而上校却表示以后都不会有家庭教师了，因为他即将和男爵夫人结婚。孩子们听后既惊讶又失落，但还是礼貌地上前亲吻了新妈妈。隔天，7个孩子一起来到修道院，想要再见玛利亚一面，因为他没有当面告别就离开了。可现在玛利亚正在进修，不愿意见任何人，孩子们只能无功而返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生目标是当修女，却在半途喜欢上了男人，那她该何去何从？玛利亚的心中虽有爱，但也十分疑惑和纠结。院长了解了事情的始末，劝导玛利亚必须回去直面问题，修道院不是用来逃避的。
而男女之间的爱是神圣的，人生的路那么长，何必非要朝着一个方向执着？你只有走过一些路，攀过几座山，欣赏几次彩虹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玛利亚听后深受启发，决定回去直面自己的内心。孩子们终于再次见到了玛利亚，全都高兴地围拢过来，而上校也很欣慰。尽管玛利亚已做好心理准备，可当他得知上校即将和男爵夫人结婚，还是抑制不住的难过。所以在上校询问你会留下来吗？玛利亚回答说，我会尽到自己的职责。待到下位家庭教师来之前，夜晚来临，玛利亚孤单落寞地在院子里闲逛，上校看着她的背影，满脸难掩爱意。男爵夫人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很想再争取一下，但无论他再怎么表现得亲密无间，还是听到了那句抱歉的话语。然而不等上校说完，男爵夫人便主动表示要解除婚约。虽然他们在一起时也很快乐，但那都是短暂的。做人要清楚自己的真实感受，没必要自欺欺人。男爵夫人决定收拾行李返回维也纳，并真心的祝福上校和玛利亚能终成眷属。两人告别之后，上校找到玛利亚，朦胧的月光下，他们难掩内心的悸动。上校询问玛利亚为何离开，又为何回来。玛利亚语无伦次的回答，我要完成自己的工作，也很想念孩子们。上校说，那我呢？玛利亚神情悲伤地表示，你有男爵夫人。然而上校告诉他，以后没有什么男爵夫人了，我们已经解除了婚约。玛利亚很惊讶，但上校表示，你不能和一个人结婚，却又爱着另一个人，他们四目相对，不用再多说什么，爱意已经铺满全屏，世界给你关上一扇窗，必定还会给你打开一扇门，万事皆有因。玛利亚认为自己在年少时一定是做了什么好事，现在才能拥有如此的幸福。说起彼此都是什么时候爱上对方的，上校说是你坐上松果的时候，而玛利亚说是你吹响口哨的时候，反正缘分到了，爱情也就莫名其妙的来了。最后玛利亚穿上洁白的婚纱，在修道院，在众多修女的见证下，在7个孩子的祝福中，和亲爱的上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爱情要坦坦荡荡，幸福也要落落大方。可就在他们外出度蜜月的时候，萨尔斯堡被纳粹控制，上校也被新政府安排了职位。麦克斯带着孩子们在准备音乐节的比赛，得知此事后便匆匆往家赶，谁知路上遇见了劳夫。此时的劳夫成为了纳粹的一员，完全变了一副模样。他把一封电报交给丽莎，言语犀利，态度冷漠。那个曾经满眼星星的男孩不见了，而丽莎也失去了那纯洁的爱情。孩子们回到家，看到父母亲回来了，都很高兴，但上校却一脸愁容。尤其是在看到那封电报之后，他更是担心这个家的未来。如果他拒绝到纳粹海军报道，全家会遭到惩罚，可如果接受，那后果更是难以想象。纠结之后，他和玛利亚决定带领全家离开奥地利。他们换上外出装备，趁着夜色小心翼翼地准备逃离，可刚走出院子就被门外监视的纳粹发现。面对质问，上校只能解释他们全家是要去参加音乐节的比赛。麦克斯见状也拿出节目单作为证据，反正是要明天才去报道，今晚上校依旧可以陪伴家人。就这样在纳粹的陪同下，他们一起来到了比赛现场。孩子们对此事毫不知情，一如既往的用心歌唱。在全家表演结束之后，上校又拿起吉他单独唱了一曲《雪绒花》。雪绒花是奥地利的国花，代表着友谊与荣誉。可此时他们就要分别了。在上校哽咽的唱不下去时，玛利亚和孩子们走上场与他一起合唱，他们的深情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奥地利观众，并带动大家一起跟着合唱。比赛结果可想而知，上校一家得到了第1名，但麦克斯拿到获奖名单后却故意放缓节奏。等到纳粹发现时，他们已经跑到了修道院，并在院长的安排下躲藏进隐秘的墓地里。纳粹士兵在这里什么都没搜到，纷纷离开。可丽莎却看到了走在后面的劳夫，她惊讶地发出声响，被劳夫听到了，但他没有揭穿，而是等上校一家现身的时候出来逮个正着。丽莎祈求劳夫能放过他们，上校也赶忙上前安抚。纳粹要的只是上校，所以玛利亚带领孩子们先出去了。劳夫本是善良的男孩，上校一步步上前想要他放下枪支，但上校的一句你永远不会跟他们一样，瞬间唤醒了劳夫的思想。他大声报告着位置，而上校则趁机跑出去开车带着家人离开。就在士兵全力追赶的时候，2名修女向院长忏悔，因为他们动的手脚使纳粹的汽车不能发动了。在正义面前，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帮助上校一家，而由于边界被封锁，上校一家人只能徒步前行。他们攀上阿尔卑斯山，翻山越岭，齐心协力去迎接新的生活。这是一部温情四溢、沁人心脾的音乐电影，也是影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。优美的音乐贯穿整部电影，流传至今，经久不衰。而玛利亚的个人魅力更是鼓舞一代人。她善良体贴，热爱生活，同时也勇于冒险，敢于反抗。她拯救了上校一家人，也收获可贵的亲情与爱情。人生的路真的很长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时刻追求，生命就会充满希望与阳光。